男人拿出秘制辣条，然后倒入一些奶油，最后往里加入些许牛奶，使其充分搅拌均匀，一杯秘制奶茶就完成了。不得不说，真是3套衣服丢2套，他还真的有1套。更可恶的是，他还贴心的帮女孩插入吸管，随即开启一旁的压缩机，只见源源不断的奶茶往女孩嘴里送去。他还说，如果你看我喂奶茶不点赞关注，下一个就去你家给你喂。小美实在是喝腻了秘制奶茶，于是趁狗蛋不注意跑了出来，可还是被狗蛋逮个正着。狗蛋幻化成野猫怪模样，说道该吃午饭了。此时小美也害怕的幻化成只更鸟模样。古书中记载，只更鸟能够通过进食，在脖子处沉淀高密度矿物，随着进食的增加，最后形成金蛋，但想取出金蛋则会有生命危险。随后狗蛋强行将其拉进屋内喂食，而这一幕也恰好被旅游路过的小帅看到，他假意上前问路，而此时狗蛋也幻化成怪物模样。他知道这件事不简单，晚上小帅打电话报案称发生了家暴事件，可警察来后并没有将狗蛋带走。次日，小帅在超市又遇到这对男女，女人故意幻化成怪物模样向小帅求救，小帅也心领神会，随即一路跟踪男人来到小屋，猫妖将女人拉进屋内喂食，只要再喂最后一次金蛋就能成熟了。就在猫妖倒入奶茶准备喂食时，小帅冲了进来，狗蛋幻化成怪物模样，小帅劝他住手，猫妖反而将压缩机马力开到最大，于是两人开始扭打起来，随即被小帅一个金刚腿踹飞出窗外。他将小美带回自己屋内，称自己已经报警，但小美却说警察和猫妖是一伙的，这件事警长也有份。小帅一个劲地说没事的，我会解决，但小美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。他看到警察越走越近，他直接撒丫子就跑，随即小帅也追了出去，很快就找到了即将孵蛋的小美，可他并没有接生的经验啊，于是打电话给二狗的麻子，在二狗马子的指导下，他慢慢划破女人的脖颈，不久金蛋便被取了出来。但狗蛋和警长也出现在他们身后，小帅直接将金蛋抛向空中。当两人去接金蛋时，小帅一把扑倒警长，而狗蛋也拿着金蛋向森林深处跑去。突然脚下一滑，金蛋也被甩飞出去，撞在树上，下起了一场金色的雨。小帅随之赶来带走了他，人呐还是不能太贪心，最后反而自食其果。狗蛋将妹子带回家中，竟只是想要吸食她的眼泪。只见他朝着妹子吹了一脸的口气，妹子被这82年没刷牙的口气熏得直辣眼睛。下一秒，他变化成怪物模样，伸出他那3.1415926米的舌头，正美美的吸食着妹子的眼泪。饱餐过后，狗蛋又变回人形模样，而被他吸食过眼泪的妹子则会失明。妹子还没反应过来这突然的失明，慌乱中不慎将柜子拉倒，最后意外将自己送去了西北。第二天，黑蛋和小帅接到报案赶来，只见女孩眼睛肿得比嘴巴还大，并在女孩手机再发现她昨晚曾去过互助会，然后就没有任何有用线索。黑蛋等人回到警局，法医告诉他们女孩眼睛里有很多类似沙子的东西，通过显微镜观察，这是一些寄生虫。法医说到，这些寄生虫通常是通过苍蝇叮咬，并经由皮肤入侵体内，而这个女孩不一样，她是通过直接接触传播的。小帅知道事情并不简单，古书中记载有一种类蝇怪，他们会从嘴里喷射出寄生虫，弄瞎他们的眼睛，然后再吸食他们流出的泪水。而另一边，狗蛋又伸出他那3.1415米的舌头，再次贪婪舔食着女孩的泪水。可女孩的闺蜜突然回来，她只能先驾车逃离，但怪物明显还未饱腹，她又准备对下一个女孩下手。可就在这时，小帅及时赶到，怪物见状急忙朝屋内跑去，逃到一间房间内，他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，寻找着出口。小帅也追了过来，可奇怪的是他竟没有反抗，乖乖就范。正当小帅准备将其铐起时，狗蛋幻化成苍蝇怪，对着小帅也吐了一脸82年的口气，然后跳窗逃跑。而小帅被这口气侵蚀的眼前一片通红，慢慢陷入黑暗。黑蛋急忙将他带到二狗家中，可二狗的麻子却说阳光可以抑制寄生虫的生长，但是要彻底根治就必须要用苍蝇怪的眼珠做药引，将其碾碎后敷在眼睛处方可治愈。而另一边的狗蛋并没有放弃下午那顿美餐，他又来到女孩家中，一把将女孩扑倒，朝着女孩吐着带有寄生虫的口气。好在女孩机智地用手遮着眼睛，狗蛋则强行掰开女孩的眼睛。就在此时，黑蛋及时赶到救了女孩一命，而狗蛋变化成怪物模样，一个闪现来到小帅身后。可他没想到失去视力的小帅听觉却异常灵敏，3下5除2就将他制服。随后黑蛋等人赶到，挖出了他的眼球，将其碾碎后敷在了小帅眼上。而失去眼球的类蝇怪还在挣扎，随后不慎从楼梯滚落下去，最后被女人一刀送去了西北。这是一份签了就能成为最强王者的契约。只见契约中的签字慢慢融合成一张鲜红色的面具。狗蛋是一个职业摔跤选手，因为身材娇小，在场上总是那个被虐的对象。他受够了这种弱小的感觉，他也想成为万人敬仰喝彩的那个赢家。于是他找到老头，用自己的血签订了这份契约。狗蛋走后，老头立马变换成怪物模样，在契约上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随即契约上的名字慢慢融合成一张鲜红的面具。画面一转，老人闪现到一条漆黑的小巷子中，男人立马变化成豹子模样，老头也变身成怪物模样，然后一口啃在豹子的脖颈上。只见豹子怪两眼呆滞，老头随即拿出小刀将男人的脸皮切了下来。回到家中，老头便拿出50度的开水开始对面具进行强化。很快黑蛋等人接到报案赶到现场侦查，只见男人整张脸被完全撕下，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。对了，这里给大家说一个彩蛋，现在打开评论区，然后输入狗头加抱拳就能解锁新的表情包，大家快去试试吧。第二天，老头将黑蛋喊到家中，黑蛋看到这帅气的面具，迫不及待地想感受一下。此时他感觉到有一股神秘力量直冲天灵盖。摘下面具后，老头再三强调，面具只能在赛场上使用，千万不要在其他地方使用，否则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。可是人不都是你不让我干啥我就非要干的吗？回到家的狗蛋迫不及待地戴上面具，平时拧瓶盖都费劲的他，现在竟能轻松卧推500斤的铁。此时的他感觉体内的洪荒之力无处安放，而在摔跤场上的他更是身轻如燕，一拳就 KO 了昔日的最强王者。此时的他终于享受到万人喝彩的感觉。赛后他的对手尾随准备教训他一顿，随即狗蛋戴上面具几下就将男人送去了西北。黑蛋等人很快也赶到了现场，得知死者是一个摔跤手，而边上也掉落着他的面具。古书中记载，有一种名叫金蛇怪的怪物，它们牙齿喷射的毒液能麻痹格林怪物的神经，使其维持在变身的状态，从而将他们的脸皮割下来，再对其进行附魔强化，就能使戴上面具的人获得他们的力量。随即黑蛋等人来到拳馆调查询问死者的信息，从老板口中得知狗蛋今天戴了新面具，表现得无比勇猛，几下就将凶手 KO 了。小帅还向老板打听到面具制造商的地址，小帅知道这件事并不简单。而另一边的狗蛋在回到家后想摘下面具时，面具仿佛正在与他融为一体，慢慢的他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，变得异常狂暴。在控制好情绪后，狗蛋便出门寻找老头，询问老头是否有办法能将这面具取下。可突然他的身体不受控制，直接将老头甩翻在地，而这一幕也正好被赶来的黑蛋看见，随即两人将其控制住，然后喊来二蛋和他的马子，准备做一场超度仪式。50度的热水浇在狗蛋脸上，然后念了一段大悲咒，只见面具慢慢脱落，狗蛋捡回了一条命，而边上的面具也慢慢浮现出一张人脸。这个男人太奇怪了，睡觉时手里竟握着锤子。只见一股韭菜烂鸡蛋味的口气缓缓流进他的鼻腔，这上头的味道让他无法动弹，而眼前出现的恐怖怪物正张开大嘴吸食着他的瞌睡。就这样直到第二天清早，狗剩已被上头的口气折磨得精神崩溃，他走在大街上胡言乱语，这怪异的举止也引起救助站大山的注意。正当大山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时，狗剩却像发了疯似的一把扑倒大山，就这样大山到死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很快黑蛋接到报案赶来旅馆抓人，而此时的狗剩却忙着将门钉起。当小帅等人冲进来时，狗剩嘴里却一直念叨着，以后看视频我一定会点赞加关注，别再来找我了，我想睡个好觉。回到警局后，狗剩神情依旧迷离，因为他已经半个月没睡过一次好觉了。他向黑蛋说道，每当自己深夜看完视频没点赞就睡觉时，就会有怪物吹出韭菜烂鸡蛋味口气，我就完全不能动弹，然后张开满含口臭的大嘴吸食着我的梦境，让我无法入眠。说着说着，狗剩脑子里又浮现出怪物模样，突然就控制不住自己变得狂躁起来，最后还是黑蛋一拳才让他冷静下来。古书中记载，有一种专门以人类睡眠为食的怪物，每当人们刷了视频没点赞关注的，失眠怪就会在深夜来到床前，然后吐出恶臭的口气，让你无法动弹，吸食着你的睡眠。如果有一个人连着10天都被吸食，他就会发疯。画面一转，失眠怪又盯上了另一个看视频没点赞关注的妹子，只见怪物熟练地吐出韭菜味口气，妹子被这口气熏得动弹不得，随即怪物张开他那菊花般的大嘴，美美地吸食那妹子的睡眠。次日，妹子在彻夜难眠中醒来，此时的她也变得神志不清，却不曾想在下楼时崴到脚，然后掉了下去，饮恨西北。很快小帅等人又来到这间宾馆调查，小帅深知怪物可能将这当作据点了，于是他决定引出怪物。当晚二狗就来到宾馆房间，二狗先是在床尾的衣柜上放置一个摄像头，好让小帅观察得到自己，一有危险小帅等人就会冲上来。突然困意袭来，二狗进入梦乡，不久摄像头开始缓慢移动，随即掉落在地。黑蛋见状立马冲下车去，而失眠怪则来到二狗床前，吐出恶臭口气，二狗瞬间动弹不得。正当他张开菊花大嘴准备吸食时，被黑蛋的枪声吸引，随即黑蛋破门而入，可失眠怪已不见了踪影，而一旁的二狗还没从这股口气中缓过来。而小帅推测摄像机被推倒，怪物很可能是从柜子中钻出来的。二人合力推开衣柜，背后果然有一个暗道，两人进入暗道中，跟着暗道走到尽头，竟是另一户人家，里面走出一个妹子。小帅亮出警察身份，妹子见身份瞒不住了，随即幻化成怪物模样，朝着小帅扑来。小帅一个闪现，
失眠怪一个没刹住车就将自己送去了西北，这是我见过最蠢的怪物了。但我还是开视频点赞吧。眼前的阿婆幻化成怪物模样，就想吃掉一旁的瘦狗，奈何年事已高，几下就被瘦狗掐住了命门，随即幻化为人形。就在阿婆快要去西北时，院长冲了进来制止了他。此时的瘦狗惊魂未定，怎么也想不通霸王为什么要别姬。深夜，一只怪物来到阿婆床前，伸出数米长的鼻毛，顺着阿婆的呼吸道慢慢插了进去。阿婆鼻腔内似乎并没有小零食。次日，阿婆被院长发现死在了床上，随即报了警。黑蛋等人赶来现场调查，院长一口咬定是瘦狗将阿婆杀害。但黑蛋询问院内医生时，医生却不这么认为，称阿婆生前就患上了阿兹海默症，变得意识不清，有时还会攻击护工。但瘦狗作为本案唯一的嫌疑人，还是被请回了警局喝茶。询问中，瘦狗表示自己昨晚明明是掐着一个怪物，不知什么时候就变成自己照顾的阿婆了。黑蛋等人确定阿婆就是格林怪物。很快尸检结果也出来了，法医称在阿婆体内发现大量的酸酵素，这种毒素是一种名为猎春的昆虫唾液，小剂量对人体并不会造成伤害，但大剂量的话就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死去。格林古书中记载，猎春怪是格林世界的摆渡人，也被称为死亡教父。当老去的格林怪物变得神志不清时，就会控制不住地伤害身边的人，此时死亡教父就会出现对其进行摆渡。而另一边，警局又接连接到几起报案，死者的伤口均是来自怪物之手。很快，黑蛋等人通过监控锁定了凶手是一位耄耋老人。正当老人准备对下一个妹子动手时，小帅及时赶到。此时老人已神志不清，老人嘴里一个劲地说着要找自己的老婆。小帅于心不忍，只能将其带回家中。而此时猎春怪也来到老人家中，就当他准备帮其解脱时，老人似乎感受到了妻子的告别，恢复了神智。两人约定以后在天上作比翼鸟。而一旁的死亡教父示意时间差不多了，随即将老人双眼闭上，幻化成猎春怪模样，送了老人最后一程。但我怎么感觉一旁的妻子是在笑呢？你们觉得呢？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答案。这是你从未见过的巨型鼠王。此时他的儿子正被3只猫妖围起一顿揍，他做错了什么？原来是看视频没有点赞。突然身后的黑影慢慢将3人笼罩，3人瞬间亚麻呆都呆不住了。机智的狗蛋见势不妙，提上裤子就跑，而那2个小卡勒咪就没那么幸运了。第二天，小帅和黑蛋接到报案，称玉米地内的皮卡车上躺着2具尸体，只见2人满身的刺伤和抓伤。突然，一个男人包里的手机响了，小帅拿起手机，看到是一个超正的妹子打来的电话，他很不情愿地接起了电话。随后，2人来到男人家中，男人妻子告诉小帅，丈夫昨晚和2个朋友去了废品站捡易拉罐，等等，3个人，那就是还有1个人跑了。而此时，伤心过度的女人也显露出了原形。小帅知道这件事肯定和格林怪物有关。而另一边的鼠王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折磨致死，他命令全城鼠兵出动，必须要找到那个野猫怪，为自己儿子报仇。此时，小帅等人也来到废品站调查。而废品站的大胡子并不惧怕他们，甚至还幻化成怪物模样，让他们抓紧时间滚蛋。现在的老鼠果然都城市化了，就像在你家偷吃的老鼠一样无所畏惧。童话书中记载，巨兽鼠只存在于传说中，还从未被人发现。而在鼠王的统治下，族群会变得异常凶悍，甚至不惧怕人类。鼠王还能将族群中的鼠兵融合为一体，成为庞然大物。此时小帅接到妹子电话，可还没说2句就被老鼠一个逼斗打晕过去。随后黑蛋等人来到废品站救人。他们穿过一条密道来到鼠王宫内，可此时的狗蛋已经隐恨西北，他们救下一旁的妹子就准备撤退，可鼠王早已在门外等候多时，声称要让他们几个给我儿子陪葬。数着越来越多的鼠兵围了过来，只见他们都朝一个方向跑去。突然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彻底亚麻呆住了，只见众多鼠怪合体成了一只身高100米的大耗子，这么大的耗子油炸起来不知道味道如何。黑蛋二话不说拿起喷子就是一枪，可这仿佛是在给他挠痒痒。几人见打不过撒丫子就跑。然而在逃跑路上，小帅发现架设在空中的电缆，随即几人跑到了电缆的另一边，然后让妹子幻化成猫妖形态来激怒鼠王。此时鼠王嗅到了猫妖的脚气，不出所料的向妹子走来，黑蛋瞅准时机一枪干断了电缆，只见鼠王原地跳起了街舞，最后累得躺了下去。黑蛋一行人上前查看，只见满地鼠怪尸体，空气中还弥漫着阵阵烤肉的香味。谁能想到这个年仅90岁的少女，1天前竟是个年仅18岁的少女。二妞是个女的，她和大多数妹子一样喜欢拍照。这天她找到一个摄影师，在家中拍起了大片。可拍着拍着，二妞突然感觉不得劲，随即二妞来到沙发休息。你们是不是以为接下来会发生你们想看的内容？只见男人幻化成怪物模样，给二妞来了一套面部死帕。不久，二妞迷迷糊糊的醒来，男人则拿来刚刚拍的大片给她看。二妞很是满意，可回到家后，二妞发现自己的脸上开始出现了皱纹。不久，皱纹越来越多，她慌了。她来到客厅，准备拿起手机求救，可自己的身体正在以每秒5年的速度衰老。不
不久就饮恨了西北。而另一边，男人将刚刚制作好的精华巨额卖给了一家美容院院长，声称只要涂上这款精华就能瞬间年轻10岁。次日，黑蛋等人接到报案来到现场调查。二妞的闺蜜说自己从没见过这个阿婆，但诡异的是，她身上穿戴的衣服首饰却和昨天二妞身上的一模一样。通过指纹识别显示，阿婆正是失踪。有一种甲虫怪，它们可以吸取年轻人体内的精华，从而使自己长生不老。而被吸走精华的人会迅速衰老，直至死亡。但精华也有坏处，如果人类长期涂抹，会对其产生依赖，甚至会出现副作用，变成怪物模样。画面一转，美容院也因产品真能返老还童而迅速出圈，每天店内生意异常火爆，用过的人更是直呼 Oh my god. Oh my god. 于是他又打电话联系男人，说自己需要更多的货。于是甲虫怪又开始继续作案，只见他从嘴里吐出千年老痰。次日，男人的尸体就被发现，死状和二妞一样。黑蛋则在车上发现了一张摄影棚的名片，黑蛋沿着名片上的地址找到甲虫怪，甲虫怪则是大方承认两位死者确实都找自己拍过照，但是并不承认自己杀了他们。无奈由于证据不足，小帅等人只能作罢。而另一边的院长为了招揽更多生意，更是大肆在网上打起了广告，这也引起了小帅的注意。小帅调查到近期院长与摄影师接触密切，于是含狗蛋的麻子小美前往美容院内调查。而此时的院长也因长期涂抹已经开始显现出怪物模样，说着就要往小美脸上涂抹不老精华。小美连忙拒绝，院长也并没有强求，说到这么好的东西可不能浪费啊。 Let me show you what it does. 小美见状想跑，院长则拉住她说道：“你不能走，非要小美猜猜自己现在看上去几岁。”此时甲虫怪也正好过来送浓痰，院长一把抢过浓痰，而狗蛋也赶了过来，两人打斗中不慎将浓痰打倒，院长急忙上前，一个劲地说：“不能浪费了呀！”而一旁的甲虫怪见身份暴露，也幻化成怪物模样，可没成想却被院长一刀嘎掉了。What am I gonna do now? 最后医生还是不忘问小美自己看上去到底几岁，真是个固执的人啊！最后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有这种不老精华，你们会用吗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一个男人哐当一脚来到大妹子家中，随即变成你男朋友的模样，美美的吸食着大妹子的狐臭，而大妹子的脸色也逐渐变得惨白。饱餐一顿后，怪物变回人形，但此时的大妹子已经变成了一尊冰雕。黑蛋等人接到报案赶来现场，看着这室内20度的高温，女人却被冻成冰雕而感到不可思议。除此之外，女人脖子上还有一处咬痕。更诡异的是，死者女儿描述室内并没有任何东西被盗，凶手将母亲杀害后径直盗走了她家的武林。根据描述，小帅等人在高速路设卡拦截，很快就逼停了车辆。正当他们都以为案件已顺利侦破时，不出意外马上就要出意外。狗蛋走了过来，原来是凶手竟在审讯室里被活活冻成冰雕。此时黑蛋的表情像极了你表情包里的第6个表情。狗蛋突然接到消息称凶手自己的车辆在野外被找到了，众人赶了过去，发现车内的食物和行李都是3人份的，这就说明还有2只怪物在逃。画面一转，瘦狗颤颤巍巍地走在马路上，路过的女人好心将其扶进车内，而瘦狗却变成怪物模样，想要吸食女人的狐臭。女人奋起反抗，逃出车外，瘦狗也艰难地爬下车，匍匐前进。古书中记载有一种盗热怪，它们属于蛇类，每到秋末它们就要开始准备冬眠所需的热量，而热量只能通过吸取人类的体温，如果在冬季来临前未能吸取足够的热量，它们就会被活活冻成冰雕。黑蛋接到女人报案赶来现场，怪物已经被冻成冰雕。小帅查看了男人的证件，猜测他与上一个警局冰雕很可能是兄弟，那现在就只差最后一个盗热怪在逃了。而在市中心的一辆区车上，一个男人扑向司机大哥，很显然司机大哥并没有女人那么幸运，这可把小帅等人忙坏了。此时狗蛋走来，他查到前2个盗热怪确实是兄弟，他们还有一个哥哥狗剩。随即几人根据资料上的地址找到了一个废弃别墅，小帅哐哧打破外国制造的玻璃溜了进去。进到房间后，几人明显察觉到地毯处温度明显高于其他地方。小帅掀开毛毯，毛毯下果然藏着一个密道。几人拿着2块5的手电走了下去，下面竟有一群盗热怪在抱团取暖，而狗剩也在其中。几人小心翼翼地将其他人挪开，突然黑蛋一个失手，盗热怪纷纷被吵醒。几人见状连忙后撤，只见狗剩喊了一句：“打他！”小帅几人被追赶进一间废弃仓库，盗热怪们纷纷现出原形，但这群小卡勒咪哪是黑蛋的对手，几下就被治得服服帖帖的。但这群盗热怪本就没有错呀，他们只是在睡觉，然后被我们吵醒了，难免有些起床气。于是小帅决定将这群盗热怪送回废弃别墅。
而狗剩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小帅为了保护其他道热怪不被发现，只能将冻僵的狗剩连同区车一同抛尸闹事。眼前的男人就只是吃了一顿饭，肚子变大的像是怀胎11月。下一秒，次日黑蛋接到报案赶到现场，只见男人躺在树上，而他的五脏六腑都已离家出走。随即他们将男人妻子喊来警局，女人称丈夫为人亲和，从不与人为敌。昨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昨晚才在外面开心的吃了一顿晚餐，就没有其他有用线索了。而画面一转，一对小情侣正准备打扑克，男友却发现波浪妹衣服上有血渍，他们抬头看去，波浪妹直接吓出了你表情包中的第3个表情。小帅等人赶来，发现他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死在了树上，并且肚皮炸裂。同时在不远处发现了死者的车辆，在车上发现了女人曾在一家名叫蔷薇餐厅的消费发票。小帅发现2名死者生前都曾在外面饭店消费过，他觉得这不是巧合，随即让黑蛋打电话询问上一个死者的妻子，从女人口中得知他们那天吃饭的地方正是蔷薇餐厅。随即几人来到蔷薇餐厅调查，进门就看到常威在教训来福，随即常威变成猪妖模样，而其他来福们受到惊吓也变成小猪妖。小帅直呼好家伙，这是进了猪窝了呀！小帅拿出死者照片询问常威是否认识他们，常威称自己的饭店上个月才被卫生局评定为优等，不可能存在饮食卫生安全的情况。无奈小帅只能喊常威将死者当晚的点餐记录调出来。回到警局后，两人对比了点餐记录，发现2名死者所吃的食物都不一样，这就奇了怪了。而狗蛋也走了过来，称验尸报告出来了，在死者体内并未发现有下毒的迹象，案子似乎陷入了僵局。晚上小帅来到好友二狗家中聚会，二狗突然接了一个电话，称自己的好友血狼怪失踪了，并说昨晚还在蔷薇餐厅见过他呢，怎么会失踪呢？听到蔷薇餐厅，小帅顿时预感不妙，并向二狗说了2名死者的名字。在二狗的证实下，他们都是血狼怪。小帅推测凶手很可能只对血狼怪下手。古书中记载有一种名叫绝望黑菇的真菌，是一种专门针对血狼怪的食物。黑菇生长在深山老林中，它们会让食用过的蚂蚁上树，然后爆炸传播孢子，生吃并无毒，但一经烹煮就会在食用过的血狼怪体内产生致命毒素。此时黑蛋接到电话称发现血狼怪的车辆，而一边的血狼怪也因食用了绝望黑菇开始出现生理反应。等黑蛋等人赶到时，血狼怪已经处在爆炸的边缘。随即小帅找到猪妖劝说他自首，而猪妖却说我承认是我下的毒，但你们有证据吗？小帅气得牙痒痒，但也只能悻悻离去。而同样身为血狼怪的二狗看着自己的朋友相继被害，他也压制不住体内的怒火，说完直接冲出门去便找猪妖算账。而猪妖感觉后背发凉后撒丫子就跑，但还是被狗蛋拦住了去路。狗蛋说着就要吃烤乳猪，而小帅也赶了过来。昔日的好友开始撕逼，小帅掏出玩具枪对准狗蛋，但狗蛋已失去了理智，小帅只能开枪。事情还未结束，越来越多的血狼怪正朝猪妖赶来，猪妖慌了，他只能自首寻求小帅的保护。当几人上车后，狗蛋睁开了眼，